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朱利安尼的破产申请因拖欠 1.5 亿美元未能取得进展而被联邦法官驳回，破产保护失效。法官表示，朱利安尼缺乏透明度且进展缓慢，因此驳回此案。债权人现在将恢复对朱利安尼的诉讼程序。下面这条，由于美联储降息预期升高，投资者面临两难选择：继续持有带动过去1年回报率的大型科技股，还是转向受益于宽松货币政策的市场低估领域。下一条，韩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SK On 正在与汽车制造商谈判供应棱柱型电池，以扩大其现有袋装电池业务，以扭转全球电动汽车需求放缓的局面。下面这条，台湾和印度在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指数中权重均超过 19%， 成为中国强劲替代者，使投资者能够通过投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和印度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实现多元化。下面这条，伊隆·马斯克向支持特朗普竞选的政治团体捐款，金额可观。尽管马斯克否认捐款，但他越来越支持共和党，这影响了特斯拉的声誉和销量。让我们关注，越南电动汽车制造商 VinFast 将北卡罗来纳州计划的40亿美元工厂的启动时间推迟至2028年。并因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不确定性，将今年的交付预测下调2万辆。下面这条，美国贸易监管机构宣布打击特许经营商不公平和欺骗性行为，包括要求合同中未列明的费用和阻止特许经营商与监管机构对话的合同条款。国际特许经营协会批评 FTC 的行动不符合大多数特许经营关系正常且特许经营每年都在增长的现实情况。FTC 发布政策声明，警告品牌所有者禁止通过保密合同条款或任何威胁报复的手段阻止特许经营商与监管机构讨论不公平行为或潜在违法行为。下一条，巴基斯坦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项70亿美元的新贷款协议，旨在稳定经济并偿还债务。这项为期37个月的贷款将支持巴基斯坦加强货币政策、扩大税基、改善国企管理等改革。接下来，达美航空公布第2季度净创纪录收入，但利润低于分析师预期，预计每股收益在 1.70 至 2.00 美元之间，低于分析师给出的平均 2.05 美元。净利润低于预期，为 15.28 亿美元，而收入增长不超过 4%。接下来这条，第2季度财报季可能引发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股票调整，因增长从加速转向减速。虽然本季度盈利可能很强劲，但股市未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对下半年的展望。接下来，印度亿万富翁穆克什·安巴尼的幼子在周6的婚礼上迎娶了女友。这场被称作年度婚礼的盛会吸引了全球名流、商界巨头和政客，凸显了亿万富翁惊人的财富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下面这条，沃伦·巴菲特的4100亿美元投资组合中有 46% 投资于4家人工智能 AI 股票，其中包括苹果占 44.8%， 亚马逊、台积电和雪佛龙。下面这条，德国经济学家费尔德是公共债务的坚定反对者，他认为公共财政稳健很重要，他反对增加欧洲公共债务，认为金融市场应发挥约束作用。下一条，纽约证券交易所300只股票创历史新高，为2024年3月以来最多，表明市场广度正在扩大。美银表示，美国基准联邦基金利率暗示华尔街正走向软着陆，预计未来将降息。最后一条，特朗普多次表示，如果他输掉选举，他将质疑2024年的选举结果。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无法顺利确认，可能会为中国入侵台湾打开大门。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